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全麦面包。这个全麦面粉跟普通面粉相比，除了它含有胚芽之外呢，最主要的是它含有这个麸皮。我拿筛子过一下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麸皮含量还是比较多的。加入盐，酵母用温水化开。倒入这个面团中，这个地方你还不需要上手揉面，只需要用这个铲刀啊，把它就是揉成团，基本上让它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。然后让它松弛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呢，加入2大勺的油。这个时候你要上手揉面，把油揉到面里面，并且把面揉均匀。盖上保鲜膜，冰箱冷藏。全麦面粉中的麸皮呢，就好像刀片儿一样，在你发酵的过程中，它会割断面筋，刺破你的气泡，所以就会影响发酵的效果。但是如果我们隔夜发酵呢，把这个麸皮浸泡1晚上，它就会变软。所以面团中会保留更多的细小的气泡，从而使这个全麦的面包吃起来比较柔软。第2天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回温，大概是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第一步是排气。排气结束之后呢，你可以整形做成任何的全麦面包或者是全麦吐司。今天我换个花样，烤一个果仁面包。首先把它擀薄，如果你的面团可以擀开的话，你就一次把它擀平。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回缩比较厉害的话，就盖上保鲜纸，让它休息5分钟，让这个面筋稍微松弛一下，再回来擀。擀成一个长方形。撒一点橄榄油，你用任何油都可以，黄油、菜油都可以。撒一点盐。这个是我们家的果仁，你可以用任何的果仁，或者是葡萄干、果干之类的都可以。打碎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我是够狠的，这一小碗的果仁全部都放进去了，大家随意啊。然后把它卷起来。中间切1刀，这样子它的层次就暴露出来了。把2个条扭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尽量把它的层次放在这上面。扭好之后呢，稍微调整一下。把2头压在下面，放到面包盒里，盖上保鲜纸，发酵45分钟，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，350华氏度或者是180摄氏度烤45分钟。这面包出炉了，烤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
我们掰开看一下内部结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全麦面包的这个部分呢，它这个气泡是非常细密的，而且看起来是非常柔软的，它的口感一点都不亚于普通面粉做出来的面包。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